Hello， 大家，現在我在重慶。這一期影片呢，要來跟大家分享重慶的牛肉麵。因為重慶比較大，路也比較複雜，牛肉麵會分布在各個區域，所以我會從幾個熱門的區域當中選出幾間我比較喜歡的牛肉麵來分享給大家。同時也會幫你們把路線規劃好，告訴你們應該怎麼去，吃完過後應該要在哪裡去走一走、玩一玩。一個攻略性的影片，那我們就開始嘍。Let's go！ 重慶不止火鍋，也不止小麵，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的重慶人也很愛吃牛肉麵。這裡不僅有像滿漢大餐的牛肉麵，還有味道直接而強烈的牛肉麵，更有水煮牛肉的牛肉麵。今天就跟着牛肉麵串聯起重慶的大街小巷，走進這座城市的日常。第一間就來到了一毛牛肉麵，就在我的身後。重慶牛肉麵的特色就是麻辣醇厚，這種派系在以前有一間很有代表性的店叫眼鏡牛肉麵，但眼鏡牛肉麵太辣了，而且最近幾年我覺得也沒有特別的好吃，所以就找到了與它同名，然後又比較溫和一點的一毛牛肉麵。到一毛牛肉麵這邊來的話，可以兩種方式，一種是坐地鐵到教場口站，然後從教场口的5號出口這樣過來，要爬一個坡，走路大概5分鐘左右。第二個方式就坐公交車，公交車最好是坐到七星港站，這樣下坡走過來就沒有那麼的累。走吧，我們去吃吃看。他家的環境就是這樣的，有空調，也不會太熱，有2間這樣的房子，我選了一間人比較少的。腱子牛肉麵2兩34塊，3兩是51塊，還有牛湯小麵，應該就是牛肉的原湯。2兩12塊，3兩16塊，然後下面還有一些飲料，有酸梅湯、花生醬，我點了一杯酸梅湯。這麼一大碗一毛牛肉麵來了，還點了一個酸梅湯，酸梅湯單價是5塊錢。如果大家來到這邊，在大眾點評上去買那個套餐的話，一共是37，相當於酸梅湯只加了3塊錢，便宜2塊。便宜一點是一點。現在要先來吃麵，這個是2兩麵，2兩面真的好多呀，分量好足哦。他家的餐点很簡單，牛肉的種類也比較單一，只有一個品項，就是牛腱子肉，一碗有4大塊。這個分量你們覺得值不值？吃一毛牛肉麵有一個訣竅，就是不要一來就開始吃麵，這個麵讓它浸泡在這個湯裡面，先來吃肉。因為你現在就開始吃麵的話，這個麵條可能會覺得味道稍微有一點點的淡，所以讓它泡在湯裡面去沁一下味道。我們先來吃肉，肉是牛腱子肉，厚度是一個子母第1節那麼厚。吃肉也有方法喲，第一口先吃，吃了是不是還生咬？在下面去涮一下，把面上的這一層把它裹上湯汁，再來吃。牛腱子肉燉到軟彈，肉裡面還帶着透亮的筋，咬起來不會散碎，也沒有纖維塞住牙齒的乾澀感。肉的肌理裡面鎖着些許的汁水，吃起來是帶着潤潤的膠質感。對了，還吃得到一些滷香味。當你吃完2塊這樣的肉過後，我們再來吃麵。說到麵的話，它的麵條是這種比較粗的鹼水麵，這種吃起來就比較筋道嘛。這種麵條在我們當地就叫棒棒麵，當地人都喜歡吃牛肉麵配這樣子的棒棒麵，因為會覺得比較吸附湯汁。這種麵條的好處就是你即使吃的比較慢，它也不會軟掉，還是比較有韌性的。湯頭裡面是有一些酸菜和一些芽菜來提味道，它的花椒味還蠻重的。如果大家不喜歡花椒味的話，可以跟老闆說。老闆一再強調，他們正常的出品湯頭是比較紅亮一點的，因為油會比較多。因為我特意給他說了要少油少辣椒，所以我的看起來是清爽版的牛肉麵。如果大家喜歡那種酸爽感很足的湯头的話，喝湯的時候就把所有的東西吃完過後，特別是牛肉吃完過後，再加一點素在裡面，喝起來酸爽感非常的足。當地人很多人就是這樣子的吃法。因為在點餐之前，我有特意跟老闆強調少油和不要辣椒，所以他家的湯底顏色沒有很渾濁，也沒有很多的油。味道上突出的是紅燒的鮮香，辣味也比較溫和，不會嗆口。總的來說是以鮮為主，辣為輔的味道。不過對於口味清淡的人來說，吃到最後湯底的芽菜可能會有一些些的鹹，但也正是因為芽菜的存在，讓這碗麵的味道吃起來很像在吃台灣的滿漢大餐牛肉麵。一定要嘗一口。
我媽是吃了午飯的，所以这個她說她只嘗一下，嘗一下就挑了一塊最大的，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它牛肉的骨也好，不太牙齿。溜筋的，它裡面的筋也很糯哈。最後來說到菜，菜的話是配的這種薄薄白，也就是蓮白，它是高麗菜的一種，但是不是高麗菜，吃起來的口感不一樣。很多重慶本地人是不喜歡吃這個菜的，他們吃麵是不喜歡吃這個菜，但我自己本人是很喜歡的，因為我覺得這個菜吃起來很清甜，它可以中和掉一些牛肉麵吃起來的一些膩感。台灣的觀眾來到這邊吃的話，一定要跟老闆說要少油，最少的油，少辣椒，最少的辣椒。如果你不愛吃辣椒的話，就跟老闆說不要另外再加辣椒了，可以點它的湯。它湯頭還比較溫和，不是那種很燥辣的。拜拜。我覺得一毛牛肉麵還不錯吃，它不會有那種湯是湯、麵是麵、菜是菜、肉是肉的分裂感，整體契合度比較完美。然後吃完一毛牛肉麵過後，可以到處去走走看，這附近景點還蠻多的，解放碑、18梯、洪崖洞、三層步道，我很推薦大家去三層步道走走看。就是我現在走的這條路，就是三層步道，走去三層步道的那條路，因為三層步道它是比較有重慶地形特色的，它整個步道是沿着那個地形而修建的，站在步道上可以俯瞰整個江景，然後沿街也有一些小店可以逛。走了，去消化一下。往前面走是教场口，教场口過去沒多遠，往那邊就是解放碑。然後現在呢，我們要走這個階梯下去。哦，那個人沒穿衣服，我們要走這個階梯下去，去三層步道。這些階梯我看到有一間賣三角粑的，然後去試試看。這裡拍照應該還蠻好看的吧？紅糖啊，一樣一個，來吃一下。一個這種圓形的熨斗糕，哎，等一下給你們看，還有一個紅糖糕，一共是10塊錢，對不對？一共是10塊錢。三角粑顧名思義，三角形的，它外面是有一點焦脆焦香，裡面是軟的，比較糯一點。撕開來看是這樣子的，對得了焦嗎？這樣子的。它整體吃起來是甜的，但是因為它是米做的嘛，米去經過發酵，然後再這樣去弄在那個地方去烤一烤、煎一煎，所以它有一股米發酵過後的那種微微的酸味，我超級愛。這是紅糖餅，這種就像燒餅一樣，聽這個聲音，它裡面是紅糖，上面有一點芝麻在這裡，掰開。不要怕，沒得紅糖流出來，它那個紅糖都是烤乾了的。你看，就是這樣，浮在這個餅上的。然後它這個餅一面是軟的，一面是硬的，它就是這樣子。熨斗糕就是這種圓的，它吃起來跟那個三角粑是一樣的，味道是一樣的，只是形狀不一樣。嗨，你們看到這裡全是下坡，沒什麼，是不是？但是我一轉過來，看一下這個上坡，走上去可能要吃2碗牛肉麵。好，繼續往下面走。从吃牛肉麵的地方過來，走路大概500米左右，就是3層步道，全程都是下坡，不會特別的累。我是因為吃完牛肉麵，然後想走旁邊那個步道，這樣走過來，所以等一下我去3層步道那邊是往上走，就全程是爬樓梯。如果大家不想爬樓梯，可以導航到那個嘉實養老院，渝中區嘉實養老院，從那邊開始走3層步道，就全程是下坡，不會那麼費腿。這裡
裡有一個3層步道的地圖，它分為上半程和下半程，景點還蠻多的。我們先從這邊開始慢慢走，要走到上面去。3層步道全長有1700多米，沿着江邊而建，蜿蜒在城市的山坡之間。但它最初的樣子其實不是一條觀光的步道，早在明代，這裡就依着城牆修建而成。木栈道沿着山勢延伸盤旋，在第一個分岔口的燈籠上寫有天燈街3個字，這就是3層步道最初的名字。3層巷以前叫天燈街，是因為1900年的時候，有一位法國的傳教士到這裡來立竿點燈，為路人照明。遠處看的話，就是很多星星的那種樣子。因為地勢較高，遠處看就看起來像在天上一樣，所以就叫天燈街。1972年才改名為3層巷。現在要繼續往上面走，我媽已經累得不行了，才下了雨，蚊子又多。重慶是一座被山塑造的城市，以前的人沒有現在那麼多的道路和交通工具，他們只能沿着山勢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生活。我覺得3層巷好好逛哦，這些小店都好精緻哦，就是那種很值得进去看一看的。就人有一點多。剛剛沒忍住，買了2根手鏈，它原價是48的68，跟它講價可以講價的，一共50塊錢，我覺得還可以。1根100。哦，100，對，100。有時候你以為自己是走去下一個地方，但其實也正在穿過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人的日常。這裡沒有完全平坦的街區，上坡、下坡、階梯和轉角，每一步都是在和地形相處。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是位於3層巷的仁愛堂。仁愛堂是一個教會，當時1900年的時候，法國教會到這邊買了一整片的地，修了教堂、修道院，還有醫院。當時這個醫院是重慶市最早的一個西醫院，後來抗戰的時候，不是重慶作為陪都嘛，就成了日軍攻擊的重點，就造成了很多的傷員。那這個教堂的醫院就作為人道主義，接收了很多的傷員，也救治了很多的傷員。醫院現在好像已經是拆了，教堂保留下来了。這個教堂還蠻大的，是翻新過的。走累了呀，這些可以到裡面來坐一坐。但是星期天的時候，應該人家還是有在這裡面來做禮拜的，反正平時都是開放的。那繼續走的話，那邊還有由寺廟改建的一個小學，那個小學也改成一些咖啡廳什麼的了。如果實在是不想走了，那就可以去感受一下粑粑茶，重慶的特色文化粑粑茶。那再往前面走的話，還有一個，當時國民政府到重慶這邊來嘛，就很多官員也到這邊修了很多的宅邸，就自己住的地方都修的是很有感覺、很豪華的那種。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看。那等一下我就要去喝個粑粑茶。重慶最老派的牛肉麵用的肉質比較柴一點點，肉塊比較小，相對來說價格也會便宜很多。那味道上沒有那麼重油，沒有那麼重鹹，突出的是紅燒原本的那種風味。現在我要去的那家店叫3塊石頭麵，它的位置也比較隱蔽，大家到這邊可以坐地鐵到大理塘站下車，從4號口出來，一路下坡走300到400米，看得到有一個巷子，那個巷子門口寫了一個網吧2個字，就從那個巷子進來就看得到。它是位於居民樓的下面，所以應該是在地人會吃的一家店吧，我也不知道。這間店的營業時間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它是只營業中午的11點到下午2點這個時間段，它每天就賣這個時間段，就賣10幾碗，賣完就收，因為它自己還有很多的產業要去做。那大家來到這邊一定要注意一下營業時間，還有它是星期天會公休的一家店，所以到這邊要看一下時間或打個電話先確認一下。走，我們先去點個麵來吃。我看他那個啷個店哦，呀，早上7點半就開始了。老闆，可以點餐不？啊，炸醬麵跟啥子啊？没有牛肉肥肠。沒得了嗎？是賣完了還是？要包2周才有。哦。
我都是爱吃牛肉面，等了好几天，好不容易等到他今天营业，結果又沒有牛肉，就去他們的另外一間店去試試看嘍。又開始爬坡了，爬到2/3左右，哇，到了。你好，2位嗎？2位。要得，1名起。我做累了嗎？我1名，我把空調給開起嘛。我要配。要得，我配累了，好配的。裡面的我是說外頭熱，要得。一個牛肉麵有沒得抄手哦？沒得。只有麵哈。那先一個牛肉麵。先煮一個牛肉麵哈。哎，是原湯的噻。要是原湯，哎。第二條還要自己加的噻。哦，要得。要得。做嘛哈。好。我們每天的那個牛腩呢，都是每天早上從市場新鮮採購的，每天都是現燒，大家都看得起，有目共睹，大家都看得起的那種新鮮的那牛腩。哦。一份是4頭牛腩，4頭牛腩基本上生的牛腩的话在半斤左右的樣子。4頭半斤呐？生的。哦。煮熟了肯定要说是，它有色好噻。哦，都直接要原湯哈。哎，直接原湯。我們那天在吃那個原湯。如果客人有其他要求，自己加大椒啊、加花椒啊、加那些都可以。有加，你說忘加的吗？沒得事，你要嘛要都要了。就那個都好了哈，一碗面。哦。哎，簡簡單單的，不需要新鮮的食材呀，它並不需要過多的佐料性，你知道吗？我吃的都是它的本味。一碗原湯牛肉麵來了，這一碗是多少錢呢？還問下老闆，還沒問價錢。一共有4塊牛腩肉，牛腩肉是生牛肉的話是有半斤，老闆說的。麵的話仍然是這種鹼面，是老闆他們自己去定制的這種麵條。裡面的菜的話是薄薄餅。先來吃一口麵。哇，有點辣喲。中國香菜都沒放哦。哎，有沒有香菜？有。哎，你那個看起來可以啊。來就我來玩吧。本來點的是一個原湯的牛肉麵，但是原湯的牛肉麵我吃起來稍微有一點點辣。我媽點了一個是不要油的牛肉麵，吃起來就會溫柔很多，所以我就和她換了一下。現在我這一碗就是溫柔版的牛肉麵。換了溫柔版的後，吃起來就好多了。其實他家吸引我是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介紹說，他家的湯底是1勺骨頭高湯加1勺牛肉原湯，吃起來很溫潤。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家點的牛腱子的原因，所以湯底有所不同。總之，下次我還想去試試看老店的牛腱子牛肉麵。為什麼我還想去吃下一次呢？完全是因為他家對牛肉的把控和環境衛生細節的注意，讓我覺得很有信心。是一個它的白菜，它白菜好吃好甜哦，清甜清脆。麵條仍然是這種鹼面，老闆說是他們自己去定制的手工麵。相較於我之前吃的其他家的麵條就要細很多。牛腩肉相較於牛腱子肉來說稍微比較柴一點點嘛，口感上。可是它這個是越嚼越香的。它這一間的特色就是原湯，老闆不會給你加任何的調料，就是一勺原湯就起鍋出品。然後你自己要加什麼一些蔥啊、鹽鬚啊，哦對，我們這邊香菜叫鹽鬚，蔥啊、鹽鬚啊這些。你自己想加再加。吃到最後，雖然少油的那一碗，我還是覺得有一點點的油，但他家單就牛腩來說，吃起來我覺得一點都不輸牛腱子肉。入口先感受到的是牛肉本身的濃郁的香氣，長時間的燉煮讓肉的纖維慢慢鬆開，軟嫩但又不失口感。滷香味慢慢出來後，反而會越吃越香。稍微帶脂肪的部分，入口就會化成一種滑順的香氣，內黏又厚實。牛腩搭着的這塊筋膜也是微微 Q 彈的，很好吃。我覺得這裡的環境很不錯，它是在渝中區七星港嘛，然後這裡遊客很多，這種很熱鬧、很觀光化、很景點的一個地方。當你走進一個小巷，爬幾坡階梯，然後就有一個空出來的一個地方，這個陽光透過樹葉照射下來，我覺得很舒服的一個環境。你們哪個點只開了一個月啊？6月底、6月份、6月初開的，7月初嘛。到晚上呢就接受火鍋啦、油浸鯽魚啊、肚子雞啊。要送到火鍋那第一點會吃。啊？晚上會吃火鍋。啊，你們也會吃火鍋？我反正是火鍋啦、油浸鯽魚啊、肚子雞啊。你是哪個人的？
都是自己弄噻。和老板聊了几句之後，才發現這位每天煮麵的人曾經是位飯店的主廚，大菜、小菜、火鍋、白案、紅案，幾乎沒有他不會做的料理。現在是從廚藝都是在江北海關那個小天鵝酒店。像當時還是97年、98年的樣子，之後2000年的樣子在萬豪酒店，後頭升級為 JW 马六甲的酒店。之後在金科大酒店開店，戴斯大酒店開店。那你啷個想到來開牛肉麵館？是那個酒店的我是做西餐的，氣多不压身，小成本那些。对我来说，消费是。然後老板就從疫情在家做饅頭包子開始，聊了大概有10多分鐘，知道了他會多少料理，知道了他以前在哪裡工作，但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開這間牛肉麵店。拜拜。好，慢慢走啊，好，歡迎下就來。好的，拜拜。如果你是在這間店吃的話，可以去之前推薦的3層步道走走。如果你是在老店吃的話，旁邊有條很適合城市散步的街道，那附近有三峽博物館、中山四路、馬鞍山街道，都是可以去走走的。旁邊有三峽博物館，大家對歷史文物感興趣的話，可以去那裡面走一走、看一看。在它的旁邊就是人民大禮堂，人民大禮堂的旁邊叫馬鞍山堂里，這是一條我還蠻推薦的路。它從山下到山上就幾百米的距離，走進來就是古樹參天，街巷相連，很有老重慶的韻味。它這樣走一走是曬不到太陽的，因為樹子很多，聽到了嗎？蟬鳴鳥叫，而且拍照很好看。我走了，拜拜。從馬鞍山堂里一路走上來就是中山四路。中山四路是重慶作為陪都時期留下了很多的歷史景點和名人故居。之前我的那一部重慶的影片當中有介紹到，大家感興趣可以倒回去看一看。我身後的話就是戴笠公館的舊址，那一棟建築它在民國早期是一個賣鹽的大戶人家的一個房子，戴笠把相中了就作為了自己的一個府邸。那這棟建築它的地理位置風水非常的好，因為它後面就是延綿不絕的嘉陵江。戴笠是很信風水的巨船哈，然後他就覺得水是聚財的嘛，可以讓他擁有不盡的財富和用不完的權利。然後他也有親自來看過這一棟建築，這一棟建築還蠻大的喲。走進去，他旁邊當時修了他的住宅的那一棟樓過後，在旁邊還修了一個文化展示的區域，就是為了方便他開展一些機密工作。戴笠公館的這邊就是桂園，桂園就是張自忠住過的地方，在這邊就是周公館。你看哦，這一條路短短的800米，就吸引了那麼多勢力的目光。這條路也被譽為重慶最美的一條街，很推薦，真的很推薦大家到重慶來走一走。一走進來，兩旁的樹蔭，還有旁邊很有感覺的那種建築，真的就是很有文化的氣息。接下來要去的這一間店是我這次回重慶來我最喜歡的一間店。那這一間店它是位於冉家坝這邊，大家到這邊來可以坐環線到體育公園站，然後從4號口出來。這間店在網絡上的爭議還蠻大的，但是認可它的人也很多，也是我這一次比較推薦的店，所以想要把它加入到影片當中推薦給大家。走吧，我們去點一個。一個紅燒牛腩，然後油和辣都正常。另外一個半月板麵，半月板原湯燒辣，然後那個油會不會很多喲？少油就行了。燒辣少油是不是？燒辣不加油嘛？燒辣去油。哎。牛
蘭整場。哎，牛腩整場。你燒過應該不是吧？燒一燒。哦，燒梨哈，等一下哈。他們家的部位有很多的選擇，如果你實在很糾結要吃哪個部位，可以點一個全家福，全家福是128元。點完餐後沒有多久，麵就上來了。我們的麵上來了，點了一個牛腩麵，一個半月板麵。我第一次來吃這家，就是點的他們的牛腩麵。它的牛腩麵我覺得，雖然牛腩的部位稍微有一點柴嘛，可是他們燉的很軟彈，我覺得非常的好，肉質選的。然後當時我朋友點了一個牛筋，筋頭巴腦，然後我嘗了一下，我覺得也不錯。這一次我想點他們的半月板，因為半月板是他們這邊的特色，所以我想試一下。點的話，大家一定要記住，選擇原湯無油，不加辣椒就可以了。它原湯原版的真的會有一點油，對於我來說都有一點油。口味清淡的朋友的話，就建議不要選擇它的原版，一定要點原湯無油，不要辣椒。這裡要更正一下，我之前吃的應該是他們家的牛坑腩麵，不像純牛腩那麼容易柴，也不像肥肉只有油脂感，只是今天沒有在賣這個部位。現在先來吃一口麵。麵條仍然是這種比較粗的鹼面，就是我們本地人所說的板板麵，掛湯能力滿分，有一點鹼水的那種鹼的那種麥香和硬囊，裡面配的青菜仍然是薄包北，就是大白菜、白菜、大白菜。我喜歡這種大白菜，它大白菜煮得比較軟，然後又帶有一點那種脆甜。再來吃我的半月板，我也是第一次吃半月板，半月板是他們這邊的特色，這麼一大塊。牛腩是一碗裡面有4塊，牛腩是一碗裡面有4塊，然後半月板的話，它應該是一整塊的這個肉吧，骨頭加上周圍的一些肉。哎，你好，這兒童餐也用完了就給我搬過來哈。哇，它半月板好好吃哦，吃起來膠質感非常非常的重，有點連嘴的那種膠質感。好好吃哦，這個半月板。半月板的部位吃起來一點都不會無聊，帶肉的部分軟彈又吸滿了湯汁，咬到軟骨的時候，那種脆的口感在嘴裡彈一下，很有層次感。不得不說，我覺得他們家是我目前在重慶吃到的用料最好的一家。之前有去吃過居老頭的牛肉麵，那家的用料也很好，但是過了好幾年，不知道現在水平有沒有變。半月板還有一個這種帶筋的部位，哇，這一塊吃下去不知道得有多滿足。這麼一大塊，那個吃就像在吃那種肉凍一樣，就像在吃那種有時候燒了魚，那個魚湯放在第二天放冰箱裡面，它就會成凍嘛。這個就是這樣子，膠質感超級的足，就是吧，好好，而且很香，這個部位太好吃了。其實比你能吃這個肉。媽媽認真，半月板肉。吃一口我媽的牛腩，它牛腩已經被我咬了一口了，然後下面帶了一點筋，這麼一大口塞進去，好滿足哦。我覺得他們家一定要點原湯無油無辣椒，因為牛肉的部位燒得很香，如果加一些辣椒和油，就會把香味給蓋掉，整體味道上的豐富度就會少了很多。好不好吃？好吃，好吃。我媽說她已經發給我爸了，把那個圖片下一次要帶我爸來吃，因為我爸今天他不想曬太陽，他那個叫什麼紫外線過敏現在。然後在那個牛肉麵的旁邊，這邊有一家九冠火鍋，這一間火鍋我之前來吃過幾次還不錯，但我最近一次吃的時候，它那個味道我覺得沒有以前的那麼好吃了，所以就不做推薦了。我想起來一件事，之前有一次我來吃這個火鍋，然後火鍋這邊它的調料就沒有那個蠔油，我就跑到陶壁福那邊來借的。當時陶壁福還沒有那麼受歡迎，就那麼多的人氣，然後就跑到陶壁福這邊來借。他老闆很慷慨很大方，就拿給我蠔油，說你隨便用，我就一直記到了現在。吃完牛肉面過後，可以到就近這邊來走一走、逛一逛。這邊是涮然家壩，
現在在重慶還比較火，因為很多人都不會去什麼洪崖、東崖、解放碑呀這些地方，就喜歡這種比較道地一點、比較平價一點、不坑人的這種本地社區。那因為這邊又是比較大型的成熟的社區，所以這邊會常有很多本地人才会來到宝藏小店，大家就可以到這邊來挖一挖。然後周圍除了有陶壁服火鍋店之外，還有很多的像咖啡店，然後還有一些小吃店之類的，反正就吃的非常的多。之前我有去過白沫咖啡，有去過一根魚咖啡，今天来到了這一间三野咖啡，你看這個景色還不錯吧？所以今天下午我就準備坐在這邊喝一喝咖啡，休息一下。下号里算是重慶比較熱門的區域吧，到這邊有2種方式可以選擇。如果你是住解放碑附近的話，可以坐索道過來體驗一下重慶的空中纜車。然後第2種方式，如果你是住其他地方的話，推薦坐環線到上新街站下車，從1號口出來一直走就是下號里，老姐差點說成上號里了。然後下號里算是重慶的熱門的旅遊的景點區域嘛，到一個地方旅遊，你肯定會去幾個比較熱門的地方。那到這邊你不想動了，不想折騰了，就近想找一個吃的，那這裡也有一間牛肉麵是比較推薦的，我們去吃吃看吧。還有一個，因為到重慶現在開始熱起來了，小風扇是一定需要的，這個天氣真的太悶熱了，走吧。这裡台階上來沒有幾步，就是這很重慶的打卡點。在這邊，我建議往上面一點走，拍照比較好看，從上往下看比較好看。下號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間，相傳蘇軾父子乘船來到這裡的時候，看到長江中臥有像龍的巨石，就把這個地方的名字叫為了龍門號，隨後延伸出了下龍門號，也就是今天的下號里。這裡也是經歷了清末民初的開埠，也保留了大量中西合璧的建築，舊領事館，還有依山而建的吊腳樓。走在這裡的時候就一定要注意了，因為從下面也可以走，這邊也可以走，就四通八達，每個巷道都可以走。現在我們要直走往這條路。下號里完全是沿着陡峭的山坡而建的，青石板路蜿蜒交錯，石階兩側還爬滿了青苔藤蔓。下雨的話千萬不要來，石階不太好走，在裡面導航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我作為本地人也在裡面迷了路。哎，是在那邊？對呀，那邊不對，那邊是商橋，應該是朝那邊。可是那邊之前我走過，好像也不對。我已經迷路2回了，我們聽導航的。好嘛。朝那邊。好嘛。這個衛生間是風景最好的一個衛生間吧？這個廁所看出去的景色是這樣子的。這條路過來看得到有一個岔路口，一個是往上，一個是往下。現在我們要往下邊走。這裡有一個觀景平台，拍照很好看的。過來有一個不止咖啡，然後往上面這裡有一個春在咖啡店，我有去喝過，我覺得還不錯，景色很好。現在要往下面這條路走，終於找到了下號里，真的是連本地人都不容易找的路。来到這家麵館，不得不點的一個就是他們的水煮牛肉。它水煮牛肉是端上來過後會給你淋一勺那個熱油，然後整個就呲一下，很有那種視覺張力，然後聞起來也非常的香。他們的辣椒是我吃到這幾間，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的辣，因為它是有那種鮮辣椒在裡面，然後花椒味很足，也是我吃了那麼多間當中花椒味是排第一的。它因為是水煮牛肉嘛，所以它牛肉不是那种一塊一塊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裹了那個芡粉在上面，所以吃起来很嫩，但它的厚度又不是特別的薄，還是有一點厚度的，吃進去還是有肉感有口感的。麵條依然是這種碱面，但是比較細一點的那種碱面，吃起來鹼香味還是有的。菜的話，這家最特別，它是盆盆菜，也就是大家所說的空心菜，這個就是本地人會喜歡的菜，然後也是本地人會喜歡的味道。
然後因為在這邊吃了過後，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辣，有一點麻，想解一下這種膩感怎麼辦？就點一個他們的甜品，我點了一個他們的豆花，點了一個冰粉。我們這邊也有把豆花當做甜品的喲，它的豆花就是加糖水加紅豆，然後加了一點那個桃膠，吃起来很好吃。它豆花本身的話有一點豆漿豆花的那種味道，我覺得還不錯。他們這邊的甜水都還不錯。还有這邊吃東西最好的就是坐在這裡窗邊，你可以看得到對面的景色。第一層是那種老房子的那種屋瓦，有一點綠色的植物。再往下看出去的話是江面，再往後面的話是來福士。旁邊又是輕軌穿過，我覺得整個畫面很有層次感。這間是如果你走到這邊來的話，不知道要吃什麼，很推薦的一個地方。剛剛我們沒有吃夠，所以我又加點了一個銀耳糯米稀飯。銀耳糯米稀飯是我超級愛的一個我們這邊的小吃，它是銀耳把它燉得比較粘稠，比較細膩，然後糯米也去蒸得比較粘稠一點。加一點那種黑芝麻湯圓的芯子在裡面，或者是黑芝麻粉也可以，這樣加進來，把它攪拌，哎，差點掉出来，就這樣子的。它吃起來是甜的，然後甜得很香，不是那種很甜膩，是香甜。推薦大家到這邊來吃甜品的話，一定要嘗一嘗我的最愛，真心推薦。吃完牛肉面後，還可以繼續沿着下坡的街道走。我覺得下號里算是重慶老街區改造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可以登山踏青，可以悠閒喝茶，還可以逛到很多有意思的店鋪。這裡和千篇一律的商業街不同，沒有隨街攬客的現象，也沒有喇叭噪音的存在。走在起伏錯落的地勢中，還能隨時發現精神綠洲。你們如果有到這邊來玩的話，這一間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它除了可以吃牛肉面之外，還可以吃一點甜品，喝一點水，就消暑。那今天拍的這幾間都是我的心頭好，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歡的風格來選擇，來去試試看。重慶牛肉面肯定還有很多家我沒有拍到的，等我再多吃幾家，我再拍出來跟大家分享。這一集影片到這裡就差不多結束了。這一集影片還蠻豐富的吧，有吃的，有攻略，有景點，有故事。還喜歡這期的話，請一定記得幫我點讚訂閱，下期再見，拜拜。我和我媽準備來拍一個3層巷的月刊，9.9塊拍一次。你看，就這裡，好，開拍咯，好搞笑啊！來拍這個，出來啦，我看下呀。好搞笑哦。